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前次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国际的新局势。我们的邻国日本高市早苗的团队现在慢慢成型了。不过就在我们的国庆日当天，我们看到日本现在古屋圭司算是4天王之一他要来台湾说率领这个日华肯的会长，还有包括我们可以看到30个人规模的访台团，预定也会跟赖清德总统见面。高市早苗曾经这么说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如果真的进入战斗状态，我们台湾跟与那国岛之间只有110公里所以呢，他对他自己的国民日本人讲，是想将相当于东京到热海的距离，这个距离有他国，也就是美军军舰的部署，毫无疑问就是日本有事。也因为高市早苗曾经这样讲，所以对于他这一次可以变成自民党执政党的党魁那未来会变成日本的首相这件事情，台湾的执政党其实是很欢迎的。不过日本媒体也报道了说，高市早苗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跟中国大陆维持一定的关系，所以呢，他打算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寻求在月底的 APEC 跟习近平会晤大家知道高市早苗他是很右派的一个人他过去不断的曾经去这个参拜靖国神社，那他变成首相之后可能会放弃，也不会这么做，那某种程度也向中国大陆示好。我们看到 APEC 会议是在10月31号在韩国登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市的幕僚这么讲，他说在首脑举行会谈之前，高峰会之前，高市应该尽量避免卷入任何的争议，所以他现在如履薄冰亦步亦趋。另外一方面呢，在美中之间的军事角力，我们看到地缘的布局，路透社这么形容他说美军现在开始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整顿，包括要推进次世代的这个所谓舰载机的计划，那取代的是过去的超级大黄蜂机队，这是一种新型的逆踪战机，那据说它耗费的这个金额是数十亿美元这个机型将被视为美国对抗中国的核心战力。可是中国大陆在93阅兵的时候也展示了一款叫做5秒熔毁超音速反舰导弹，它叫做燎原 -1激光武器，其实就是雷射武器啦说是这一款雷射型的武器可以成功的加装在071型的综合登陆舰4名山号上面，那它的拦截范围是10到20公里，可以有效的应对近距离的高速目标。模拟对抗显示，可以在5秒之内就可以熔毁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导引头所以感觉上是蛮厉害的啦那我们透过像这样子美中两强的对峙，当然各界都在关注他们发展的状况。可是像是东南亚，中国大陆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柬埔寨这个国家将接收中国大陆2艘056C 的护卫舰专家说这是扩大北京对南海跟东南亚的影响力那除了柬埔寨之外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的影响力是方方面面的，可是它的根基是来自于哪里？像你看到的东风飞弹，像你看到他们的火箭军，其实有一个人贡献卓著，他叫做钱学森观众朋友可能知道，有一些不知道。70年前的今天，他回到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百度对岸的这个热搜，今天第1名就叫做钱学森遭到美方拘禁之后失身暴瘦。我们把时间回到1955年钱学森他是谁呢？他是拿了那时候还是中国大陆应该算是跟这个中华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了之后，他到美国去留学，他是拿的公费的留学金到美国留学。这个人非常聪明，脑子很好，所以他很快的在科学的领域上面崭露头角。那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算是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嘛，希望他可以回来所以我们看到美方为了要阻止钱学森回国，
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给拘禁了，而且有一些非人道的折磨。他那个时候暴瘦，还用香烟纸写下一封信，说被美国政府拘留已经5年，无一日无一时无一刻不思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后来当然经过一些折冲，还有一些条件交换，他回到了中国大陆。我们看到2弹1星到神舟飞船都有他的影子哦，所以他是贡献卓著的哦。我们可以看到，在1960年代，钱学森参与和组织之下，中国第一枚的东风1号发射成功。那当然，你看到现在东风系列的导弹呢，非比寻常。1966年2弹结合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够用自己的飞弹被来投送核武器的国家。所以，当然，在中国大陆，他一直是被这个纪念、怀念，甚至他的贡献一直流传到现在，很多人都津津乐道。来，先请教彬哥。高市扫描，当然他本身就是一个话题争议性很多的一个人物，他的非常鲜明的极右派跟日本民族主义色彩，当然会让这个很多国家会选择说，到底要跟他有密切往来呢，还是保持距离？那赖清德不用讲，因为赖清德本来就是安倍的信徒。那高市早苗以前也是等于算是跟安倍一起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赖清德会非常热切想要跟高市早苗接触，一点都不意外。实际上，在这一次自民党内部投票之前，民进党就已经好几次去拜会高市早苗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的民进党未来想办法拉近自己跟高市早苗之间的距离我想这是必然的事情。可是问题来了，也就是高市早苗当时都不是自民党的总裁，也不是日本首相。当然他现在还没有确定，如果确定他将出任日本首相的话，他的身份不同的时候，第一个恐怕他未来就不太能够再见民进党的这些人，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他的立场会被转变，比如说接下来 APEC， 因为高市早苗一直他在还没有当选之前就讲他想要跟习近平会面。那甚至他还提到说，他要跟习近平会面谈台湾的事情。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光是你提出这样的东西，你本身又是色彩这么鲜明的人，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跟习近平谈台湾的事情的话，习近平大概就会选择根本不见你，因为这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我跟你日本人讨论的没什么好讨论的。那当然，他现在想出来的策略是说，那我就先不要去靖国神社。可是他过去几年他去了参拜靖国神社，参拜了11次。那你只是因为现在暂缓几个月不去，就能够让中国大陆对你放下戒心吗？我想也没有这么容易。中国大陆经常讲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我觉得恐怕对大陆来说，他们要观察高市早苗一阵子，确认他的路线改变之后，才有可能会跟他会面。否则的话，在这个阶段去跟高市早苗会面，除了对高市早苗个人可能可以加分之外，对中国大陆有任何好处吗？我觉得看不太出来，所以我不认为，即使是 APEC 他们会单独会面嘛，我是觉得好像有点困难哦。那至于这个美国现在所谓的次世代舰载机，其实他们早就一直在寻求这个问题了，可是现在他们遇到很多卡关的东西很难阻碍。我们光讲一个最直接的，就是这个 F-35是有舰载型的，可是问题是福特号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弹射它？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啊！你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因为美国未来新世代的航母全部都是电磁弹射，如果你的电磁弹射没有办法弹射你的 F-35的话，那你未来的这些航母还要不要造？它的战力又到什么地方去呢？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一大考验。可是美国最近这20年的计划通常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第一个，时间一直不断的拖延，然后第二个呢，经费不断的高涨，第三个，到最后计划可能会难产。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美国如果没有办法解决他们根本的问题的话，恐怕这个次世代舰载机要出来也不是几年之内就可以看到，恐怕也要10几20年以后才有机会。那至于说中国大陆呢，当然不用讲，他们这几年的军武进展速度是快到有点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他研究的包括雷射武器啊、电磁弹射，美国都比他早研究。可是现在看起来比较有成果的，反而比较像是中国大陆。
甚至已经上舰直接部署了。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会造成更大的压力。那如果连美国都会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的话，那台湾压力不就更大了吗？然后我发觉我们还在想一些有的没的，还在想说靠一些跟现代战争根本不搭嘎的方式，然后想办法想要去增强自己的防卫力量。我是觉得匪夷所思啊。那钱学森当然，他对中国大陆来讲，他是一个关键性扭转的人，他创造了中国大陆两弹一星，让中国大陆的科学能够开始追上西方。那这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可是现在有趣的是，当年美国其实是千方百计，本来一开始不想让钱学森回去，可是现在美国是主动在赶中国大陆的人才回中国大陆。那所以我一直觉得美国很像一个非常严格、非常优秀的补习班老师，他生怕中国大陆不会进步，所以一直用各种方式要逼这个学生成绩要刻苦学习。对，所以我觉得或许将来中国大陆可以考虑给美国一点补习费，因为他真的对你们太重要。非常重大的恩情哦，刻苦你这个让你赶快长大。来请教将军，你知道这燎原1号这种新式的武器就是激光武器，为什么要装在071综合登陆舰上面？我们都认为说是解放军有很多新式的军舰嘛，对，最近下水的福建号，对不对？055大驱或干嘛，雄壮威武，结果居然这个雷射武器这么新式武器装在装在一个这个2栖登陆舰上面，综合071这款军舰，它也有更新的包括075、076，它为什么不装071？我跟你讲，就是针对台湾来的。我分析给各位听，你看到它的这种这个雷射烧的距离是10到20公里你知道登陆作战的时候，这个071它总共可以带这个一个加强营，也就是说500个陆战队官兵它可以有4艘的这个气垫船。可以带6艘的直升机，可以所谓的这一艘登陆舰，它一个陆战营就可以实施所谓3栖登陆，直升机空降，然后地面来讲的话，这个气垫船来讲带着战车这个战车直接就冲上来了。那它通常来讲，在这个换乘的地方，距离海岸线是30公里因为防止我们炮兵直接对它射击，所以它会在我们岸炮的射程之外30公里之外，在那边排开以后，在那边开始下线。那老共有几艘这种船呢？有9艘有9艘，也就是如果1艘带一个营的话，9艘就是1个师的兵力可以在这边实施2栖登陆。那我们台湾有什么武器我们台湾不是一直在那边讲吗？第一个来讲，我们跟美国买了鱼叉这个陆对舰的飞弹，我们自己海军陆战队也是说，我们海军要改成滨海作战团，装配这个鱼叉导弹，美国卖给我们，我就买鱼叉导弹，专门打军舰的然后雄三对不对，也是专门打军舰的。大家想想看，那是不是装在这边就是针对我们台湾来的？我在30公里之外，我摆在这边，对不对？9艘军舰，我在那边2栖登陆舰，我这边登陆的时候，我船上面如果说你用这个鱼叉飞弹，或者是用雄三飞弹攻击我这个登陆艇，因为如果说这种反舰导弹不会去打055啦，一定打这个价值目标最高。反登陆作战价值目标最高的反而不是055大驱，反而是这些登陆艇。我打掉一艘登陆艇，就打掉一个营的兵力，所以会优先打这个目标。那当然，它优先防卫的就是这个2栖登陆舰071所以它会把这个燎原1号。装在这边，目的就是因为我们跟美国这个传说中，我们已经采购了500枚的鱼叉飞弹，然后我们自己本身也有雄三飞弹。那如果它要遂行2栖登陆，它停在30公里之外，那我们这个导弹一旦发射，它雷达一定会先抓到嘛。这个东西不是说是用肉眼看，它一定用雷达，整个甚至于说是电脑控制的。我雷达看到以后，我主动会追踪你的目标。当你进入到20公里的时候，我开始发射激光炮这5秒钟将你烧毁。另外，我去算了一下，如果说是超音速的导弹攻击这个军舰来讲的话，大概20公里的时间要飞行50秒钟这50秒钟，它5秒钟就把你烧毁，所以说时间上面对他来讲绰绰有余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针对我们台湾来，那把这个武器装在它的071，这个对我们威胁确实是很大。那我觉得说这个很明显就是针对我们成立滨海战斗团这个准备用鱼叉飞弹
对付这些登陆舰，那人家现在搞这种东西出来，那我们台湾要不要研发一种更新的东西来应付这种反登陆作战？不然的话，你这九艘军舰等于一个师的兵力，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威胁真的非常大。对，真的这个是新的一个讯息，我们就应该要反制要赶快掌握。来，请教赖老师。讲很容易啊，做很难，但是要做到很难。我觉得韩冰也真的是一个冷面笑匠哈。他讲的补习班的这个比喻也是蛮特别的哦。揠苗助长。对，很特别，很特别。不过这个显示出中美两国的特点。大陆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很稳步的打很稳步的走，所以他都会按照他的规划、他的期程来完成。美国这边比较跳跃性的也比较创造性的，有的时候他会进得很快，有的时候他就停滞在那个地方不动了例如说我们讲说第6代机美国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很快然后后来就停在那边，就再也没消息了。刚刚谈到的激光也是，美国也很快，还有电磁炮，美国也很快，但是后来就都停住了。可是大陆不是，大陆是一步一步走，很稳健，然后都按照规定的时间。也就是说，大陆只有提早完成，而没有延后完成的。那你看，现在不但有激光炮了电磁炮也出来了，电磁炮他们也开始在进行试射了。那接着我们也当然看到这个6代机6代机还不止一款多款的6代机也都开始在进行各种飞行了。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可能不止一架就是每一款的6代机可能不止一架。可是问题是，美国这6代机的新一款一架都还没出来，这才是一个大问题大陆已经开始在不知道多少架在试飞了，而美国到现在一架都没出来，那就代表美国在这个地方落后了。这也就是美国自己也承认6代机他们很落后，而且压力很大，他们必须要急就章了，要提早。可是以美国人的做法，急就章也出不来，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另外我觉得当时高市早苗当选的时候我们看到民进党高层每个人雀跃不已开心到不行。结果我们那时候在这个电视评论的时候，我们就说民进党耐心得闷，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因为高市早苗选择的空间不大，很快的就会转弯。结果您看还没有真正的当首相，他马上就转弯了。他在之前12年以来11次去经过神社拜鬼就有1次没去，其他的全部都去了。然后他自己也很明白的说，以后不管任何职务任何职位，那也就是说即使他当了自民党总裁，当了日本首相，他也一定会到这个经过神社拜鬼。他讲得很明白。结果你看刚刚当选，位置还没坐热，他马上就已经宣布了那不去了。那这代表什么？转弯的速度很快。那他之前也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的判断他转弯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所以民进党高兴的真的太早了。另外会不会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就说跟大陆的领导人就能够在 APEC 见面？我觉得想得太天真了高市早苗要见到中国的领导人恐怕不容易。为什么？这一位日本新的自民党的总裁否认731部队，否定南京大屠杀，否认有慰安妇，而且他认为日本不是侵略中国，是自卫反击战。到目前为止他认为日本没错，那大陆的领导人如何跟这个人见面？是，我觉得台湾的有理想的、有良心的、有理念的政治人物，也不可以跟这位领导人见面的。你不能为了政治的现实，跟这样的一位不承认他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跟他会面，是，不要太政治、太现实，政治还是要有理念。所以很多人说这个高市是极右派大家刚刚听到了赖老师对他的背景分析。不过我们再来关注川普。川普最近跟卡尼见面了，我们看到加拿大的总理他还打了红色领带想要讨好他，可是却被川普给调侃。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段话。
and now, and I'm running out of time, but this is many respects the most important. The what merger you created of Canada No, and the what United you States. created. That wasn't where it was going. 我不晓得他是开玩笑还是刻意的，看起来是刻意的，说，哎，你并到我这里，变成我们第51州哦，又语出惊人呐、并且还说什么，哎，你加拿大人乐于被课税哦，所以其实你看卡尼的笑容一度也僵掉了哦。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美加之间啊有天然冲突，也是由川普的嘴里讲出来的。他说，所以我们要共建金琼系统，我们有天然的冲突，我们也爱着对方。加拿大已经同意和美国合作建造金琼系统哦，所以不断的吃加拿大的豆腐，并且川普政府还宣布啊，加拿大汽车行业啊，它的中重型的卡车关税哦，在11月1号就要生效了，所以加拿大未来如何来面对川普这一个过去美国跟他是兄弟之邦，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变局，而美国现在呢，对于中国大陆掐着他的喉咙，在稀土这个部分，它也有其他的一个路径了。我们看到美国考虑投资格陵兰的稀土专案，强化供应链，过去可能只是补助啊、投资啊，可是现在它要入股这个包括要在格陵兰这个采稀土、采这些稀有矿物的一个专案的股份就是希望在所谓的这个科技战里头可以绕过中国大陆的一个掐喉咙这样子一个做法。可是美国国会有一个最新报告，他们认了一件事你不管怎么样封怎么样堵中国大陆拿到先进晶片这个事情，可是中国大陆的企业还是可以绕过你哦。他去年砸了1.2兆绕道买晶片设备他把晶片设备从这个荷兰的艾斯摩尔、日本最大半导体设备东京威力科创陆续的去买所以西方的封锁失效了吗？中国合法它是用合法的状况狂买进400亿的晶片设备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上，在科技业现在被讨论，而白宫的鹰派现在承认一件事情，过去他们认为中国大陆的 AI 还很落后啊，可是他们现在认了中国是他们的主要对手而且他们也挺晶片出口要维持优势，美方要确保这件事情，因为很怕被赶过，他们认为中国大陆的确紧追在后，这个是黄仁勋讲过非常多次，警告过非常多次。可是现在川普政府在做什么？他在削减预算，所以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就说，你这些削减预算的做法会瘫痪美国的科研，很多科学家的研究预算现在被你大幅的减低了这是极其严重的问题，这将瘫痪美国大部分的科学研究。你一方面希望中国不要追赶上来，一方面又让你自己的科学家的各种经费削减，所以是在自杀。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有很多突破的行为，包括固态锂电池有一个新突破，它研发出一种可以弯折2万次的柔性电池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人类就是在这个领域上面的最新的突破。为了解决固态电池界面阻抗大、离子传输效率低的关键难题，现在研发出可以弯折2万次的柔性电池材料提升电池能量密度的86%。还有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人都驾车出去玩，我们看到它的电动车制造商现在又有一项新纪录了，在一天也就是24小时之内他们得到了14万5千次的电池更换新纪录，所以可以显现中国大陆的这些消费者，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了用这个电动车，并且便捷充电解决方案的迅速接受。来请教赖老师。讨好川普是不是一定有好结果或者好果子吃？答案不是。韩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李在明就是努力的去讨好川普嘛，结果呢，现在是3500亿美元，而且要现金，现在让韩国苦不堪言。其实当时的印度的总理莫迪也是第一时间就赶到美国去然后去拥抱这个川普，也是极尽讨好的人士。结果呢，关税课的也是蛮高的要50%，因为本来是25再加25的这个向俄罗斯买能源的问题，所以没有好果子吃。另外梅拉尼也是你看他跟川普好到不行
川普真的是很喜欢他，这确实是很喜欢他。但是公是公，私是私啊，喜欢归喜欢，该课税还是要课税。意大利面，意大利做的意大利面，我们都知道，在台湾也常买到那个很有名的牌子，它大量的销售到美国去，被课100%以上的反倾销税。现在意大利也在跳脚，因为你100%根本卖不出去了啊。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你用讨好的方法，不见得有好果子吃。现在，卡尼又再一次的被羞辱了，为了川普去打这个红领带，还好今天没打红领带，为了川普去打红领带，想讨好他，结果川普打了这个民主党的领带，然后一谈到这里的时候，那就更被吃豆腐了啊，就说哎呀原来你要跟我并吞了，我并吞你蛮好的。其实卡尼可以说，我帮你保护阿拉斯加嘛。我加拿大比你美国大，我加拿大我的国土面积比你美国大，我来保护你阿拉斯加，那阿拉斯加并到加拿大来，我就当做你北方的捍卫者嘛。可以给他建议。对啊，我觉得卡尼，你就吃一下川普豆腐嘛，反正这个人如果他生气了，你就说我也是开玩笑的，您开玩笑，我也开玩笑，大家都开玩笑，这样子就开心多了嘛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里面，稀土这个部分呢，我个人认为美国要短时间内解决恐怕没那么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稀土它不只是你要取得这个有高度经济开采价值的稀土不容易，第二个你开采它也不容易，第三个你要有机器设备来提炼它也不容易，最后一个你要有这个专利的这种提炼的技术人才你也没有，那是缺。你有稀土又有什么用？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都想得太早。讲到能源的问题啊，我觉得有个讯息可以跟观众朋友来分析一下。美国它是石化这个能源输出大国，是美国。可是您知道，中国大陆在今年它的绿能的输出产业已经超过美国的石油、天然气的输出了。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透过太阳能板。透过风力发电，透过这个电池的新能源的一个供应卖到全世界去，它卖的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对于石化产品的输出的总量。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本身在能源方面，它不但绿能越来越满足它自己的需要然后减少对于石化，还有就是这个煤的燃烧来发电以外，它现在已经有更大的能力把这些绿能卖到国外去。那也就是原来能源也可以变成赚钱的行业。其实台湾在很早的时候，太阳能板发展的也是很前面，是。结果我们自己错失了最好的机会，是很可惜。来，将军，每年圣诞节那天晚上的时候，美国小朋友都会打电话到北美防空司令部去，问说圣诞老人到哪里啦？他们认为说是北美防空司令部的雷达应该可以看到圣诞老人。那这东西代表这件故事代表两个含义。第一个来讲的话，如果说是俄罗斯要用导弹攻击美国来讲的话，它一定从这个北极上空飞过去，这个或者是白令海那边过去。那如果说这样攻击的话，是不是这个加拿大就变成第一线美国的前线部队反而是变成这个美国的纵深的这种替代地方？第二个来讲的话，你看它这个司令部名称，它不叫美国这个防卫司令部它直接叫北美防空司令部。为什么？它就把加拿大一起要并进去，因为加拿大一定是从加拿大那边飞过来的嘛，所以它各种防空的设施一定势必是跟这个加拿大来采取合作。那现在来讲的话，在这种状况下，它当然叫加拿大要出这个钱它的金熊计划。那金熊计划，美国自己白宫自己讲的数据是1800亿美金，1800亿是什么样概念呢？明年美国自己国防预算编列的是1兆美金也就是说将近有1/5是要用发展金熊系统，但是外面人家这个评估来讲的话，1800亿来讲的话，大概很难完成整个金熊，因为毕竟来讲，美国这个国土辽阔你如果说1800亿想要建造一个这种所谓美国的这种空中的防护体系来讲的话，可能远远不足。他们预估可能要到6000亿，
尤其是说什么，以前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说金雄到底是搞什么？原来大家都认为美国主要是防卫的是核子导弹的攻击哈，我只要有空中拦截、中断拦截来讲就可以。但是现在来讲，它可能要考虑到，因为俄罗斯或者中国他们的中程导弹，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种真果束导弹，那中国来讲的话，很多款的这种中程导弹射程如果从北方发射哦，或者是说用船空中来讲的话，到达你美国沿海地区的话，都可以攻击传统的武器，就会攻击到你美国本土。那用核子弹攻击可能性是不高，但是如果说是用传统武器攻击来讲的话，那就可能性很高。所以金融系统它要防卫的不只是洲际的核导弹，而是它要防卫的包括传统的武器。那防卫的范围这么大，所以它一定要把这个加拿大拉进来。但是你今天川普，你今天要叫人家加拿大跟你配合，共同来出钱建立这套防护系统，你应该好好跟人家讲嘛。你怎么可以用羞辱的方式？我觉得美国川普上台以后，到处在羞辱人哈。你看他不管他，甚至于他现在羞辱友邦。那前2天我们看到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羞辱自己的军人哈，羞辱自己国内来讲羞辱自己的民主党，那都是你自己国内的政党啊。你看这个川普从头到尾都在羞辱人，我们真的是很怀疑川普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建议他脑袋里面要装一个这种我们军队用的东西，叫做敌我辨识器哦。你先搞清楚谁是你的敌军，谁是你的友军。我相信加拿大一定是你的盟邦，是你的友邦嘛。那如果说你连你的友邦你都要羞辱、都要攻击的话，我觉得你难怪除了军事之外，我觉得关税更是严重跟糟糕。来，其实川普是一个很标准的实力原则型的人，对他来讲，交情好归交情好，到底要谈利益的时候，他还是以实力为原则。所以你讨好他要干嘛，什么都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用。他可能你讨好他，他暂时很高兴，可是等到真的要谈判，真的要讲到利益的时候，大家还是一码归一码。所以你看，从他这一次重新再上任，他对谁最客气？习近平。对习近平跟普丁最客气，就是这样。他对其他所有人都不太客气。然后只有另外一个英国把他捧得很高，所以他对英国还不错，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是英国也在大失血，连英国这种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国家，他都要征他10%的关税，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在管你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他没在管这些事，他只看谁跟我有实力上面有实力的人我才尊敬，其他没实力的人你就算对我开心也没有用。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卡尼显然还不够了解川普。所以我觉得对川普来说，与其跟他来软的，不如跟他来硬。那当然你要有足够的实力，还有心理准备。是因为实际上川普吃豆腐吃的太明显了嘛。说什么双方，你说那个有点半开玩笑，那个合并就算了，说双方合建金融系统，合建你确定吗？那根本不叫合建，那就是叫加拿大你乖乖出钱吧，当分母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基本上美国就是这样，他技术不可能会给加拿大嘛，加拿大也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嘛，所以就是你加拿大乖乖出钱嘛，谁叫你是我邻居，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明抢，那我明抢加拿大还不是一样得受，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那他现在开始去参与格陵兰这些稀土的这些东西啊，其实美国又不缺稀土。他自己境内其实有，他一大堆没有开发。重点是技术，他缺的是技术，不是稀土。所以你现在要未雨绸缪，当然是 OK， 你深谋远虑。可是那个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重点是你现在这个阶段，你跟中国大陆正在打这场稀土战，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你2种解决法，你现在就有办法自己生产，你就不需要被人家卡脖子。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生产，那你只有一个办法，你不可能不要稀土嘛。所以你就想办法要拿其他东西去跟中国大陆换。那问题你拿什么东西去跟他换？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我觉得他现在看得上眼的很少，一个晶片，另外一个就是台湾。那这2个你能够拿来换吗？我老实讲，晶片我觉得他是绝对不会换，对，台湾就不一定了。很难讲。所以大家来看一下哦，这个川普他当然大家都非常了解，他以自己的利益为最大宗。可是，在国内呢，我们看到也是搞得乱七八糟啊，包括现在联邦政府已经关门将近1个礼拜了，可是川普怪谁呢？都是他们的错哦。他说是民主党失控，所以才让政府关门呐。
就像神风特工队攻击一样哦，这民主党都是他们的错，不关我共和党的事，不关我川普的事。可是现在呢，燃眉之急是什么？下个礼拜军人要发薪水了，你发得出来吗？10月15号有没有可能迫使各方妥协的关键？因为你军人如果拿不到钱，恐怕会影响更加的这个强烈的民怨。有130万名现役军人呢。那川普是说，不是所有的政府员工都可以拿到欠薪哦。政府暂时关门，那有一些薪水被欠了，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回来哦，是针对个别的员工决定，要看谁值得被照顾。你看他现在又把这个大饼拿在手上，你要听我的，你值得被照顾，我才会把钱给发下去。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现在境内一团混乱，包括机场9000个航班延误，航管人力告急，压力倍增，甚至有部分的机场起降靠航空公司的机师自己起降，没有人在指挥啊，这个安全没问题吗？真的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避险的工具金价不断的往上飙，高盛就预估明年的金价会上冲$4900，专家还预估5年之内可能会飙到$10,000。大家都去买黄金来避险，大家都去买白银来避险。大陆连11个月增持黄金，专家说这个战略的大方向不会变，因为黄金有避险、抗通膨、保值，还有增值等等的优点。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现在在做什么？大规模的来搜捕非法移民现在国民兵也进驻了呀。那有一些地方的州政府很不开心。专家就说这会冲击区域的经济，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地方像是农场啊、建筑工地啊、园艺业啊、餐饮业啊，它大批的用这些移民有一些是非法的，必须讲所以呢，你把他们都抓了，缺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更加严重。而这个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土安全局的局长诺姆他现在在波特兰，不是某种程度受阻吗？那他访问这个 ICE， 跟这些 ICE 的官员一起祈祷祈祷大家可以如何给我们这些官员力量让我们的工作更加的顺利。可是另外一个场景，我们就可以看到川普已经从德州调派了400名的国民兵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首批200人在当地时间下午7号的下午已经抵达了。你可以看到在芝加哥的街头都可以看到这些国民兵在路上行走。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德州派兵到伊利诺州镇压示威，因为有很多人不满意政府的作为出来示威。芝加哥的市长说你川普的做法是违法又很危险。而我们看到伊利诺州已经向法院来做出提告了，要求禁止川普派兵入城你看到到处都是像这样子，有一些像是催泪瓦斯的烟雾起来了。伊利诺州的州长说，呼吁结束川普政府的独裁行径。所以川普一方面在外面制造很多很多的对立，在国内也一样发动各种的攻击。来，我们先请教老师。现在为了这个预算案嘛，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国会吵起来了民主党他是希望说健保快要到期了，那快要到期了，这个应该要续延可是欧式健保就奥巴马的健保，其实川普是最讨厌的他当然想把它干掉嘛。那对川普来讲的话，他当然不同意，所以彼此之间僵持不下。那的问题就是你执政党现在是你共和党，你当家嘛，你当家你就要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怪到这个民主党上去。不过民主党现在的声望的支持度也很低，那他坦白说，他如果放的话，他连这个健保都没有了，那民主党可能会更惨所以民主党目前来讲也很强硬，那双方就僵持不下。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是停摆在那个地方。停摆在那个地方其实不只是影响到您刚刚讲到的军队的问题因为军队很多的这些底层的，不管是军官、士官、士兵，他们的收入并不十分高但是他们要养家活口。而在过去美国他们基本上是不太储蓄的那当他薪水发不过来的时候，你信用卡要缴，你很多的房租房贷都要缴，你很多的费用都要缴的情形下，就会形成了他们本身的压力。所以有看到一些军嫂他们已经开始在排队去领这个食物救济了。这个坦白说，对于一个在
前线打仗，或者是目前这假设他是正在被派到委内瑞拉，或是派到海外驻军的这些军人来看的话，他看到他的太太小孩要去排队领这个食物救济，坦白说，对这个军人来讲是不公平的，也不好的。那这个问题就在看你川普要怎么解决嘛。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是没有要解决的意思。那对于很多联邦政府的官员，竟然还会被告知说，哎，你的单位我不喜欢所以我很可能就利用这机会把你裁掉。还有一些人说，哎，反正你是放了无薪假，那没有规定说我薪水要补给你这个全部在美国现在都变成会发生的事。在过去你觉得不可思议、很难以想象的事，竟然政府可以赖钱，说我薪水不给你了，你就去告我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前子你在这个航空公司这个服务过，塔台没有人上班，觉得蛮离谱的。这个你完全是靠飞行员的飞机上的雷达，对来去观察它的周边的飞机，这个真的蛮离谱。然后靠的这个飞行员，就是机师跟他的副驾驶，还有机械师他们本身在飞行中大家有一个默契，说，哎，我先到那就排到我先降了然后他就降，然后另外一家就说，哎，那轮到我了，我左顾右盼说应该是我算换我降。各位想想，9000多架飞机被延误、被耽误。现在你如果决定要到美国去的话，我还是奉劝晚一点去吧。对，因为如果真的万一发生一起就好，只要一起不幸的事件，这个真的是非同小可，非常小可。对，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事。但是问题就在于他没有薪水，他为什么要上班？是他没有理由对，所以那是他的权利所以他就不上班了。黄金的问题，我想真的是短时间不可能解决了。第一个，我觉得避险的情况大家越来越清楚了。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自从俄乌战争以来，美国跟欧盟对于俄罗斯的海外资产冻结处理，我觉得这个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不信任。我们也看到德国或者是沙特，他们把他们原来存放在美国的黄金把它搬走了。中国大陆也把他们原来存放在，因为原来都世界原来最大的这个黄金市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英国嘛。那现在大陆上海也开一个第3大的黄金市场了。那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黄金储备也越来越稳步的一直在增大。换言之，也就是美债卖掉买黄金，买了黄金往国内送。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一直在走的时候，就金价就当然一直在上涨我想这个都是一个趋势都发生了。另外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讲，不应该走这个法律的漏洞，而且我觉得一直在玩法，这不对的。一个国家元首不要一直在钻法律的漏洞。为什么？他原来是从加州派国民警卫队进入芝加哥，是，然后被检察官跟法官判决这是违法。结果他从德州派对，各位想想，这个不应该吧？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来请教将军。我觉得美国这次政府关门可能这个跟上次不一样。上次2019年那次也是川普任内。那个时候主要是美墨边界要盖围墙的问题，我觉得那个问题可能技术性还比较好解决。那这次关系到两党的核心的精神，因为民主党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加大这个，不能把这个老百姓的医疗预算删掉，那会影响到穷人看病但川普坚持要删掉。但是我觉得川普这次来讲的话，他这个一箭双雕第一个，他打击到民主党，他说民主党你们都是你们害的，这次政府关门领不到薪水就是你民主党害的，你们跟神风特工队一样。第二个来讲，他利用这机会，如果按照我们台湾政府的说法，就是也是打掉杂质，他打掉民主党的，你知道。这次来讲，大家不要以为说是所有的这种美国的政府官员大家都关门都不上班，其实还是有人要上班，但是他区分两种人，一种人就是他上班以后，他虽然说现在没有发薪水，但是到时候会补发给他。那另外有一种人就是直接放无薪假，但是我们按照合理来讲，我们会推论说你的职务重要，所以说你必须要上班，我将来这个再补发薪水给你如果你的职务不重要，我到时候就
就不再补发薪水给你，就是100%无薪假。我们按理说应该是按照个人的岗位跟职务，但是我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哦。这个真的不是这样哦，是什么样呢？是按照你的党别来区分哦。你是共和党的，你就来上班，对不对？到时候我补发薪水给你。如果你是不是民主党，就是按照川普所讲的，如果说你不是值得被照顾，那在川普眼中，大家想想看，什么人是不值得被照顾？不就是你民主党吗？讲穿的，也就是你这些人就直接放无薪假。那如果放完无薪假之后你不来上班，整个政府还是可以运作，代表什么？代表你就可以裁掉了，就直接裁掉了。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一箭双雕哈，利用这机会，就是我们讲的打掉他心目中的所谓杂质。那芝加哥这件事情，刚开始我们都以为说是，为什么川普要派国民兵进入芝加哥来镇压这些地方？后来我想想看。或许芝加哥真的必须要靠军队才能够镇压得住，因为听说芝加哥黑道横行了，也是黑道很乱的地方，是不是当地的警察已经镇压不住，甚至于说警察跟当地的黑道已经有挂钩了，所以川普必须要用军队里面的能力去镇压，因为军队来讲比较单纯嘛，他可能从外面进来的这种武装力量来讲的话，跟当地还没有挂钩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其实你去深入思考，你会发现，其实美国真的很乱，它不是像我们想象中说民主法治这个一个国家哈。那从芝加哥这种动乱到这种程度，必须要用军队去镇压，也可以证明美国本身是这个也是一个这种治安很乱的一个国家跟一个城市。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时间交给彬哥。其实我觉得川普正在示范美国的制度过去一直为人诟病，那大家都觉得美国其实跟欧洲的国家比起来的话，它其实相对是比较偏向独裁。那川普这一任完全证明了这件事，就是当美国总统如果真的敢去做的话，他可以变得有多独裁。那当然，现在在帮美国人守这个防线的是美国的司法机构。还在法庭上不断打官司，但是我必须讲，这根本缓不济急，因为你就算你看川普也输了好几场官司，输了没关系，我继续上诉啊，我就跟你拖啊，然后因为他是现任总统嘛，所以他手上又握有实权，你官司继续打，我先弄你，就变成你对他没什么责，所以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以美国这种总统独大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参众两院现在民主党也不再有优势，所以你几乎对他没有任何制衡的方法。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那川普等于爱怎么搞就怎么搞，而讲他不是不可能借由这一次这个联邦政府 shutdown， 他干脆把所有他不喜欢的，然后那一些跟他唱反调的人全部把你踢出去。那踢出去，这些人大概也会打官司，因为要保障自己的权益嘛。那就反正到最后就是美国整个国家成本负担，川普没事啊，川普还是继续玩他自己的。那他现在为什么一直坚持要派兵入芝加哥？因为芝加哥的治安确实也不好。你知道8月29到9月1号，短短2天半之间，它发生了32起枪击案，你知道？然后54个人中枪。对。那当然，这就成为川普派兵进去的一个很大的借口。他就指责你芝加哥市长还有伊利诺州州长都没有在尽责，他引用暴乱法。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如果你算谋杀率的话，华盛顿特区更高。所以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你要不要先把你的华盛顿特区先搞好再说？你怎么有脸去指责别人？但川普才不跟你管这些。对啊，我就是找这个理由要进去弄。他进去了就不会出来，进去就是想办法去凸显芝加哥市长有多无能，民主党有多差，他就把他想要